盘点漫威那些难以发现的细节。细节一，如果你了解钢铁侠就知道，他左臂可谓是饱经创伤。在钢铁侠1中，托尼的左手先是卡在了墙壁上。钢铁侠2里，他还没穿上战衣的时候，左手就被火烧伤。等穿上战衣后，左手又多次被鞭锁击中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钢铁侠的左手到底有多严重呢？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就有这样的一个细微镜头，当钢铁侠正与蜘蛛侠通话，他的右手拿了一杯果汁。那么现在请注意他的左手，不难发现，托尼的左手竟然在细微的颤抖。这个小小的细节也反映出了托尼当时的状态。细节2，在美队1中，九头蛇佐拉博士大家应该都还记得，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类基因工程师，而且帮助红骷髅创造了许多超前的武器。漫威原著中，佐拉死后意识被储存在了一个机器身躯内，因此永生不死。实际上电影中就有这样的线索。电影63分38秒的镜头中，佐拉快速拿走一张材料准备出逃。如果我们将这个瞬间镜头暂停，就可以发现原来这是一张机器人的设计图。而更想不到的是，这个机器人几乎和漫威原著中的佐拉机器人是一模一样的。细节3，在银护1中，星爵以尬舞战胜反派罗南的事迹成为名场面。实际上在尬舞之前还有一个非常搞笑的场景，罗南拿着带有力量宝石的武器在银护众人面前一阵嘚瑟。如果我们将视线停在罗南的腿上，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南的右腿竟然很有节奏地在抖动，而星爵此时正好就在跟前。其实我有个大胆的猜测，星爵的尬舞是不是从罗南这里得到了灵感呢？细节4，皮姆博士让斯科特去神盾局偷自己发明的原型机，之后蚁人带领蚂蚁大军进入复联基地，在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基地。另外你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，在外围草地上似乎有着一个圆形印记，虽然很模糊，但确实存在。那这是什么呢？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复联2的最后，雷神开启彩虹桥离去，并在草坪上烧出了一个圆形印记。钢铁侠当时还在吐槽雷神不爱惜草坪，实际上这就是蚁人中出现的那个印记。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，但那一块草坪依旧枯萎。如果没有这个细节，大家也不会说什么。不过漫威还是这样做了，由此便可以看出漫威的细节有多恐怖。细节5，在雷神2开始不久，索尔与简福斯特见面，随后以太粒子失控使其晕倒。为了拯救最心爱的人，索尔乘坐彩虹桥离去，并在地上留下了一个传送印记。注意看，旁边的一辆警车被彩虹桥切去了车头。随后镜头来到了阿斯加德，在雷神和简福斯特还未到来之前，那个被切掉的车头就直接飞了出来。这个细节看上去没什么，但却从侧面提高了电影的真实性。细节6，在电影雷神3中，索尔被困在了萨卡星，他一直在想办法逃跑。Go, go. I am going. 其实和索尔一样，想要逃出去的人是有很多的。在电影64分钟左右的镜头中，你可以看到有一架飞船正在试图穿过虫洞，然而快接近虫洞后却爆炸了。所以宗师说没人能从萨卡星逃走，并不是在开玩笑。细节7，在蜘蛛侠英雄远征中，梅姨带着彼得帕克参加了慈善活动，从而为无家可归的人筹款。如果你看到幕后花絮，就会发现荷兰弟在这个场景中是穿着动作捕捉服，然后加上电脑特效，才变成了我们眼中的蜘蛛侠。大家先记住这个线索，咱们继续回到慈善活动中。当见到蜘蛛侠时，有些粉丝拿出了手机拍照记录，毕竟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超级英雄，拍照留念很正常。但请注意，通过粉丝的手机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荷兰弟穿着蜘蛛侠套装。虽然利用动作捕捉制作蜘蛛侠套装很容易，但漫威还确保了临时演员携带的手机中也会出现相同的效果。不得不说，这一点确实是特效部门对细节的关注，即使是一个如此微小的镜头，他们都要花很多心思去处理。细节8，在电影蜘蛛侠英雄远征中，彼得无意召唤了斯塔克工业的无人机攻击同学，情急之下，彼得大喊车外面有小山羊，从而转移了所有人的视线。随后彼得从车顶跳出，击毁了无人机，并快速回到车内。这时所有的视线又转了过来。现在如果你仔细看，就可以发现 MJ 一直盯着彼得帕克，并貌似发现了他另一个身份。然而在下一个镜头中，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他仍在盯着彼得。通过以上几点的察觉，这也能完美证实 MJ 的这句话。I mean, I've been watching you for like a while now. It's kind of obvious.